现在很多的 AI 工具其实都有一个问题，你可以用它们来生成画面，但是你控制不了画面，你没有办法决定镜头是怎么动的，光线怎么打，角色怎么去保持一致，所以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很像 AI， 而不是一支正常的影片。但是今天我要介绍给你 Alice 最新推出的 Alice Studio， 我觉得它第一次解决了这个问题。House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频道。那这边呢，我进入到 Alice 里面了，然后呢，你要选择这个 Studio， 这边选择 Go to your projects。这个呢就是 Alice Studio 它的首页了，会展示出你之前创建的所有项目。那你也可以呢去建立一个新的专案，点击这个 New Project， 然后去给它一个命名，选择 Create Project 创建。那这里呢就是 Alice Studio 它的工作区了，里面呢会有不同的功能。那我先来带你快速的看一下这整体界面，之后呢我会再深入的介绍每个功能。左上角你可以看到 Framing，它就是构图，它是用来生成图片、场景还有角色的。右边是 Directing 导演，就是用来生成影片的。中间这边呢是预览画面，底下这里是起始画面，还有结尾画面，以及这边呢就是时间轴。那整体看下来呢，它像是一个剪辑软体，虽然它本身呢不是剪辑工具，你还是需要去把你的素材呢去导到真正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处理的。但是这样的设计呢，会让你整个的创作流程会更加有制作感一些，也是更加有条理一些的。那在这上方呢，你可以点击它，你可以选择图像生成模型。Alice 这边呢会给你最新的 AI 图像生成模型，那现在最新的呢就是 Nano Banana 2， 然后在底下呢，你可以选择想要去生成画面它的解析度，以及呢生成画面它的长宽比。右边呢有个很酷的功能，就是你可以选择它的相机的形式，你可以选择最专业的 RED， 还有这些相机你都是可以选择的。你也可以选择 iPhone， 底下呢你也可以选择镜头，像是有这些很专业的镜头，你都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的要求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 Auto， 保持它的自动格式就可以了。那这个按钮呢，还可以让你去加入图片作为参考图片。那现在呢是有两种模式的，一种呢就是作为 AI 生成图片的灵感，一种呢就是完全参照它去匹配这张图片。那作为灵感呢 ，AI 就会把它当成是参考，去抓住它的风格。但如果说你要去完美的匹配你上传图片的话呢，它就会精准的复制你上传的图片。你可以选择这边去上传你本地的图片，或者是你之前使用 Alice 去创建出的一些图片，你就可以选这个选项。那旁边这边呢就是新增角色，你可以在底下输入文字，然后去生成你想要的角色。而且呢，你还是可以生成不同的角色角度的，然后你可以保留下来，之后呢，在你创建不同的项目里面，你可以重复的使用。待会呢，我会具体展示给大家。如果你点开它，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创建好的一个形象。那其他这些呢，就是 Alice 已经创建好的预设形象，你是可以选择的，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比如说，可以选择这个角色，选这边 Using Project。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出现在这边了。如果说你不要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按住键盘上面 Delete 把它删除。那如果说你想创建一个完全新的形象呢，你可以点开它，在这边呢选择添加新的角色，在底下输入文字，就像你平常使用其他的 AI 模型一样。那你可以输入简单的文字，然后在右边呢有个加强提示词，去优化你的描述。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它就帮助我去优化描述了。然后呢，你可以选择要生成多少张图片，在这边呢我就选择一张。那现在 Alice AI 呢就正在生成了。那你可以看到呢，现在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样的亚洲男性30岁左右的角色了。可以在中间选择 Create Character， 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它整体的样子，这个是正面。那如果说你要去创建不同的角度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它 Generate Angles，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不同角度了。然后右边呢可以选择它的声音，来听一下。Here's a sample of my voice. Listen to get a feel for my tone. 这是一种风格的声音。Here's a sample of my voice. Listen to get a feel for my tone. 你可以选择比较适配这个人形象的声音。
那如果刚才生成的角色你不满意，在底下呢，你还可以输入更多的提示词，让 Alice AI 呢去帮助你去编辑新的形象。然后呢，就可以选择 Using Project。那在旁边呢，还有一个新增场景，但跟新增角色呢操作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输入文字，然后再让 Alice Studio 去生成相关的场景，或者你可以点开它，在这里也是有很多 Alice 预设的场景你是可以选择的。那我怎么去真的去开始创建我们图像呢？这边呢，我们可以首先呢去加入人物，选择它，我可以选择刚才我创建好人物。那这边我建议大家呢，给你创建好的每个人物呢，都给它一个命名，可以点击这个3个点标志，选择 Rename， 然后选择它，选择 Using Project， 然后呢，再帮它选一个场景。这个呢是要根据你想要去生成的图片去选择的。比如说我选这个办公室的场景，然后这边呢就要添加文字了，去描述你想要去生成的图片。那这边呢我就输入了简单文字，我想要去描述一个这个亚洲男性呢，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去查看文件，我可以选择这个标志去让它优化我整体的描述。那现在 Alice AI 呢就帮助我去优化了刚才那个简单的文案了。在底下呢你还可以做出更多的选择，首先呢就是角度，你可以选择低角度的眼睛观看的角度，或者高角度，还有其他很多的角度你是可以选择的。如果说你没有特定要求的话呢，你可以选择 Auto 就自动。还有呢就是镜头类型，微距、很近的距离、中景、全景、超广角，这些都是可以让你选择的。如果说没有特定要求，想要让 AI 来帮你判断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 Auto。还有呢就是打光的形式，这边呢会有不同打光的形式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呢选择自动，让 AI 来帮助你选择。接着呢就让你选择你想要去生成几张图片，比如说我选择生成3张，然后呢选择这边去开始生成。那这边 Alice Studio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3张图片了。那第1张呢是这样子的，接着这个呢是第2张，然后呢是第3张。那关于这个描述呢有2种形式，一种呢就是 Free Form， 就是自由形式，你可以自由的输入，就像是我现在这样子。那还有一种呢是叫做 structured， 就是结构化的去输入文字。比如说你要选择你的人物、你的场景，然后它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了什么，然后呢就是它的构图、它的风格，以及呢它整体表现的情绪。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偏好方式呢去选择你输入文字的形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 directing， 就是它可以帮助你去生成影片。它和生成图片的操作逻辑呢是一样的，也是需要你呢去加入你的人物，加入你的场景，然后呢再去描绘你要去生成什么样的影片。那不同点呢在于底下呢能够让你去选择你要去生成几秒的影片，这边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影片长度，以及呢你可以选择镜头运镜，这边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镜头运镜你可以选择。还有呢你可以选择声音，你可以选择让 AI 自动的去帮助你生成，或者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这个人物的声音都是可以的，以及你可以选择要让它去生成多少部的影片。那这些选项呢它的目的就很简单，就是让你去减少你在这边去描绘你想要去生成画面时候的压力。以前呢你要去非常详细的描述你要用到什么样的相机，光线是怎么样的，镜头是怎么打的，以及呢它的运镜是怎么操作的。现在呢你只要简单的去描述一下，然后在底下选择它给你提供的一些选项就可以了。而且呢它们都是有视觉预览的，你就可以非常好的去知道最后呈现的效果它会是怎么样的。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去生成一个画面，先看一下，选择人物，还是呢选择它，选择 Using Project， 加上一个场景，还是选这个场景，选择 Using Project。 这边呢选择让 AI 来帮助我去优化描述，底下这边呢就选择5秒钟的影片，然后镜头运镜呢就选择自动，让 AI 自动帮助我去生成声音。这边呢选择创建一部影片就好，选生成。那这边 Alice Studio 呢就帮助我去生成这样的画面了，可以来播放一下。就可以看到呢 Alice AI 就帮助我快速生成一个这样的一段影片，整体效果呢还是非常好的，光晕包括它整体运镜呢都是套用的很成功的。那如果说你是之前使用了这个 Framing 去创建了图片，你想直接把这图片去变成影片也是可以的。这边我已经创建一张图片，我选择它，然后呢在这边选择 Set Start Frame， 然后呢你再进入到 Directing 这边，在这边呢你就可以去输入你的文字描述，去让它去生成场景了。当你有了这个参考图片的时候呢，系统它就会自动的去带入这个角色，
这个场景以及呢你所有的镜头设定了，你只需要去输入简单的文字描述，在底下选择你要的影片长度、镜头运镜，选择声音，然后就可以生成了。如果说你想要有一个下个镜头，你可以选这个 New Shot， 甚至呢你可以选择这个镜头里面的最后的结尾，然后选择这个 New Shot From Frame， 那么 Alice AI 呢就会从这个画面里面当成是你的第一帧，然后去生成相关的影片，这样你的所有影片呢它就是连续性的，并且呢所有的场景角色都是一致的。切换成这 Directing， 这边呢再进行描述，这边呢我就输入简单的文字描述，然后呢选择去优化描述，其他呢都不变，选择生成。那这边 Alice AI 呢就帮助我生成了第二段的影片了，可以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呢，整体的过程呢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呢是能够连接到我的上一部影片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如果说你生成一个画面，你没有用之前你创建好的角色，或者是预设的角色、场景这些，那 AI 呢能够去自动的去帮助你去分辨角色或者场景。你可以选这个 at。这边呢就能够去帮助你去把这个图书馆的场景去创建出来。那我个人测试之后呢，就是有时候呢它也能够去侦测到你这个人物，也能够去帮助你创建出这个人物，但是有时候呢它并不能够非常清楚的去帮助你创建出这个人物，所以呢大家能够在之后也去尝试一下这个功能。如果你打算开始使用 AI 来做内容，那么这个工具你可以先去试一下，因为现在它有一个限时发布的优惠，只要订阅了 Alice AI Pro 计划，就会免费赠送给你5万点的 AI 点数，这个有效期是在4月20号到4月27号。但是我想提醒你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工具它本身不会让你变得更强，是你怎么去组合使用工具才会拉开差距。所以我希望你接下去看这支影片，那这支影片我帮你整理了整个创作流程应该使用到的 AI 工具，它能够帮助你优化整个创作流程。